在英伟达与英特尔都发布了自己的显卡之后呢 ，AMD 是终于掏出了 RDNA 4显卡了。RDNA 4架构呢，在光栅方面的进化效率是非常惊人的，每个 CPU 单元呢，相比 RDNA 3性能提升了40%，这就意味着即便9070XT 只有64组 CPU， 理论上却相当于前代90个 CPU 的战斗力。在光线追踪方面呢 ，AMD 依旧没有加入 BVH 硬件便利加速器，但是改进后的光学加速器呢，实现了吞吐量的翻倍，因此呢，对于混合型的光线追踪游戏来说呢，相比前代也有明显的提升。最后呢是机器学习方面，第二代 AI 加速器呢，相比前代大幅度提升，随之而来的就是基于 ML 的 FSR4 独家支持，这也是 RDNA 4的一个重要卖点之一。那 3D Mark 的 Time Spy 呢，代表很多老游戏的 2K 体验，RDNA 4的表现非常强势，相比前代80个 CPU 的7900 GRE 来说呢，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两张显卡呢，都超过了目前市场二手售价要5000多的4070 Ti。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的好兄弟 UP 主一波稻子借给我这张 N 卡，特此鸣谢。TSE 跑分呢，把渲染的压力提高到了 4K。那4张卡的排序呢没有发生变化，说明 RDNA 4在高分辨率的压力下呢，有效的抑制了 RDNA 2时代的成绩下滑，值得肯定。SN 跑分呢是 3D Mark 针对次世代游戏定做的新跑分。从这里呢可以看出，单个 CPU 40%提升的光栅能力呢，让 RDNA 4显卡在次世代游戏里有着不错的发挥。SW 跑分呢代表目前光线追踪混合型游戏的综合表现。可以看到，因为缺少 BVH 硬件便利呢，4070 Ti 强大的光追性能呢，甚至是追平了之前的光栅的巨大劣势。说明黄卡呀，目前在光追领域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今天呢，我准备了25款光栅游戏和12款光追游戏。现在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OSD 里的 Lost Sensor。这个参数的计算方法呢，是减去 GPU Busy Time 与 Frame Time 的比值。这个数字呢，代表显卡理论上损失的百分比帧数。那损失的原因呢，有90%是因为 CPU 拖后腿，也有10%的原因呢是游戏的引擎优化水平不行导致的。所以说呢，相比传统的 GPU 占用率，更能直观的说明 CPU 或者游戏引擎瓶颈呢对帧数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纯光栅能力的对比。黑神话悟空呢是去年的现象级游戏，由于游戏呢无法开启原生分辨率，这里呢统一使用 TSR 的性能模式。RDNA 4显卡呢虽然相比前代进步非常明显，但是这里呢4070 Ti 表现呢是更好的， 2K 分辨率呢成绩都要压过9070XT 一头。那到了 4K 分辨率呢4070 Ti 依旧是独占鳌头，可见游戏科学与 NV 的独家合作还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怪物猎人荒野呢 2K 分辨率 RDNA 4的表现就正常多了，9070呢都可以轻松虐杀4070 Ti。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款游戏是支持 VRS 可变速率着色的，作为 D-12 API 的一个重要特性，这款游戏居然是默认关掉的，玩游戏的时候记得要打开。那 4K 分辨率呢4070 Ti 百分比表现略微进步，但是呢依旧不敌9070显卡，所以说呢 N 卡用户要想玩这个游戏过60帧的话，给买更贵的显卡才行。赛博朋克2077呢 2K 分辨率 9070XT 呢可以领先4070 Ti 25.8%，那1% low 帧呢甚至相当于后者的平均帧了。在 4K 分辨率下呢 9070XT 的优势就更明显了。而且呢，此时注意到之前功耗表现优异的4070 Ti 很少见的满载280瓦，但是居然成绩呢没有超过240瓦的9070。那4朝元老 CDPR 呢，还是得再跟老黄聊一聊。古墓丽影暗影呢，两个分辨率看下来，4070 Ti 都明显缩小了与9070XT 的差距，而且呢也都超过了9070。消逝的光芒2呢 2K 分辨率 9070XT 勉强是超过了4070 Ti，9070呢则是明显落后于4070 Ti。4K 分辨率呢9070几乎约等于4070 Ti，9070XT 的领先幅度则是有所扩大。潜行者2呢这款游戏有点阴间，所以说呢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测试方法，于是呢我就选择了站桩。RDNA 4呢比前代的提升还是不小的，但是两个分辨率4070 Ti 的帧数都是全场最高的。星球大战绝地幸存者呢也是很吃配置的新游戏，两个分辨率4070 Ti 都是处于9070与9070XT 之间。最终幻想16在 PS5 上的优化呢就很拉，那 PC 版本呢也没好到哪儿去。2K 分辨率4070 Ti 呢还可以勉强跟上9070，到了 4K 分辨率与9070的差距呢就更大了，而9070XT 呢表现不错，相比前代呢进步明显。COD 的话呢是 A 卡历来最有优势的一级，两个分辨率呢就连7900 GRE 都可以尝试碰瓷4070 Ti，所以说呢你要是 COD 玩家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你的眼睛里就应该只有 A 卡。战锤 40K 星战2呢是一个对 CPU 内存显卡3重极限施压的超负载游戏，这里 2K 分辨率下呢4070 Ti 表现还是可以的，非常接近9070XT。但是到了 4K 分辨率 9070XT 呢是一枝独秀，远远甩开了其余所有显卡。目前呢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款游戏压力确实极大，画面呢也比较优秀，玩起来是很爽的。遗迹2呢这款游戏的画面就跟刚才那个游戏比不了了，即便是开到最高的画质，我都感觉画面很脏，不够通透。两个分辨率的站桩测试呢9070的性能非常接近4070 Ti。全面战争战锤3呢不仅仅是对 CPU 压力很大，显卡的压力呢同样不小。这款游戏两个分辨率来看呢9070都可以小超4070 Ti，A 卡的表现呢要更好。极限竞速地平线5之前一直呢都是 A 卡的优势，但
但是2013时代呢，不知道为什么被 N 卡狠狠地超过了。现在2014两极反转，A 卡呢重新回到了优势位，9070呢就大幅度的领先了4070 Ti， 就更别提9070 XT 了。那相比之下呢，尘埃5两个分辨率的表现，4070 Ti 呢还凑合，两个分辨率呢都跟9070差不多，要比地平线5的差距小。刺客信条幻景呢两个分辨率，4070 Ti 略微差于9070。但是这个游戏呢，9070 XT 相比9070的领先幅度呢也明显缩小了，两张卡的表现呢是很接近的。看不狗军团呢进游戏的时候虽然说是带了 NV 的 logo， 但两个分辨率呢9070都是可以超过4070 Ti，9070 XT 呢则是可以保持非常明显的领先。孤岛惊魂6呢是 A 卡的优势游戏，两个分辨率4070 Ti 平均帧呢还不如9070的 low 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游戏还是英特尔 CPU 的优势项目，成分是非常的复杂。幽灵行动断点呢是 Ultra 处理器唯一能赢 X3D 的游戏，两个分辨率看下来呢，7900 GRE 这下能超过4070 Ti 了。这款游戏在光山游戏里呢，算是优化非常抽象的一个，是我上次测试40款游戏之后发现的意外惊喜。小缇娜的奇幻之旅 2K 分辨率 ，N 卡表现非常强势，4070 Ti 比9070 XT 还要强，4K 分辨率9070 XT 追上来了，9070呢依旧与4070 Ti 有差距。毁灭战士永恒呢 4K 分辨率9070 XT 略微超过4070 Ti， 但是 low 帧呢4070 Ti 更稳定。CS2 呢更换了 DOTA 2的 3D 引擎之后，对 GPU 的性能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 4K 的实际比赛录像为例呢，4070 Ti 表现是非常突出的，超过了3张 A 卡。9070 XT 的提升幅度呢虽然不小，但是还远远不够。DOTA 2的情况呢与 CS2 是完全一致的，毕竟是需要相同的画面引擎 ，AMD 需要在这些热门网游上更上心才行。战争雷霆的 4K 测试，9070 XT 呢表现正常，也超过了4070 Ti，9070 呢也非常接近4070 Ti。接下来呢看一下日式 RPG 移植游戏的情况。伊苏10的中文 PC 版本呢由云豹娱乐代理，4070 Ti 表现呢与9070 XT 相当，9070呢与9070 XT 之间的差距非常小。那国产2游绝区0的画面呢要比伊苏10强很多。那这里呢9070的表现就看齐4070 Ti 了，相比前代的7900 GRE 来说呢进步非常明显。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光追游戏的表现。黑神话悟空支持全景或者说叫路径光追，开启 TSR 的性能模式下呢，4070 Ti 的性能优势非常明显。虽然2014的光追性能确实是做到了翻倍，但是路径追踪的压力极大，为了更好的模拟慢反射，光线的数量呢翻了好几倍。A 卡呢在没有硬件 BVH 便利加速器的情况下，很难在路径追踪游戏里与 N 卡抗衡。赛博朋克2077的路径追踪成绩呢，9070 XT 的差距相比黑神话悟空来说呢小很多了，但是跟4070 Ti 比呢还是明显不在一个等级。霍格沃斯之遗呢这款游戏就比较奇葩了，只是提供了比较基础的光追反射、环境光遮蔽与阴影，但是性能开销却一点都不小。N 卡的优势呢堪比路径追踪游戏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4070 Ti 开启光追之后呢，那真生成时间呢处于一个反复横跳的状态，那可见这款游戏的优化真的是问题很大呀。消失的光芒2呢也支持光线追踪，但是这种游戏呢它都是光追光栅的混合型，所以说呢9070 XT 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光栅性能弥补光追的帧数损失。那最终结果方面呢与 SW 跑分是非常类似的，4070 Ti 呢是略微差于9070 XT， 因此2014的混合光追游戏呢性能还是可以的。星球大战绝地呢也是一样的混合光追游戏，最后的成绩呢也证明了之前我的观点。怪物猎人荒野呢这款游戏的光线追踪呢就是为了光追而光追了，基本上除了一些反射，其余的效果呢都看不出来，也没有怎么大面积的使用。因此呢4070 Ti 的光追性能发挥不出来，9070呢都能超过4070 Ti，9070 XT 呢则是优势明显。地铁离去的光线追踪增强版呢在很久之前是光线追踪游戏的热门宠儿，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其实也就是个小 case 了。9070 XT 应付这类游戏还是比较稳健的。控制同样是光追游戏的代表作，9070 XT 的表现不错，力压了4070 Ti。夺宝奇兵呢是一个强制光追游戏，不支持光追的显卡呢甚至无法进入游戏。默认状态下呢4070 Ti 的性能呢就更高一筹。但这款游戏呢它还额外提供了路径追踪选项，只是很可惜，开启路径追踪之后呢，4张显卡都爆显存卡成 PPT 了，所以呢我就没测。下次测试光追性能的话，看样子还是给优先选择2K 分辨率比较合适。F123的雨战呢是混合光追应用比较好的一级，4K 分辨率，不借助任何上采样的情况下呢，9070 XT 都能超过60帧。F1系列的优化呢一直都是最强的一档，在 PS5 Pro 上呢甚至提供了8K 60帧的选项。孤岛危机3的重置版呢现在也是加入了光线追踪技术了，可以说呢依旧是显卡危机之一。开启光线追踪之后呢，4070 Ti 的表现最强。最后呢我还测试了 Lumen 的光追游戏《诛仙世界》，但是结果表明呢4070 Ti 依旧有小幅度的优势，光追性能呢还是更强。OK， 是时候总结一下了。2K 光栅游戏9070相比7900 GRE 提升了 22.26%，9070 XT 呢相比4070 Ti 提升了 11.84%，9070与4070 Ti 的光栅性能呢非常的接近。在2K 光栅游戏的能耗比方面，9070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基本上与4070 Ti 相当。
因为50系列的能耗比几乎是没有进步的，说明至少在光栅这儿 ，AMD RDNA3落后的能耗比，RDNA4现在是追回来了。那 4K 的光栅游戏方面呢，9070相比7900 GRE 提升了25.56%，9070 XT 呢相比4070 Ti-S 提升了10.74%，9070呢依旧非常接近4070 Ti-S。因此呢，就光栅游戏来说，9070确实是可以摸一摸4070 Ti-S，9070 XT 呢也确实是可以摸一摸5070 Ti。那 AMD 的 PPT 呢是没有注水的，甚至到了 4K 之后呢，光栅游戏的能耗比方面，9070甚至是可以小超4070 Ti-S。所以2014的 CPU 改进是非常成功的。至于全景光追或者说叫路径追踪这里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9070 XT 的性能相比7900 GRE 实现了翻倍，但是4070 Ti-S 呢，因为硬件 BAH 加速器的存在，性能呢可以做到7900 GRE 的3倍，9070 XT 呢只有不到4070 Ti-S 7成的实力。那 A 卡的路径追踪呢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同时呢，因为性能差距太大，能耗比方面呢 N 卡自然是继续领先。不过2014的内部路径追踪能耗比的话，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9070 XT 这种大功耗显卡也能有50%以上的提升，那9070呢更是有达到76%的提升。但是我们现阶段呢，这些终端卡更多时候是玩那些光追光栅的混合渲染游戏居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成绩就跟之前的 Speedway 跑分呢非常类似了。9070 XT 呢，因为光栅的巨大优势，弥补了光追的不足，混合型光追的综合游戏体验几乎与4070 Ti-S 不相上下。那相比7900 GRE 来说呢，混合光追游戏的提升达到了55.43%。而在能耗比方面，因为9070出色的混合性能能耗比，实际的表现呢比4070 Ti-S 还要再强一些。所以说 A 卡的光追啊，从之前的超级短板变成了现在路径追踪呢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混合光追呢已经靠光栅补齐的局面了，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下次 UDNA 如果能加入硬件 BAH 便利加速器的话，估计光追就彻底起飞了。那说完了光栅光追，那现代 GPU 的第3个重点就是机器学习了。2014的第2代 AI 加速器呢带来了 FSR4 技术。可惜呢，因为时间原因，本期视频呢无法做出一个深度的剖析。不过可以先放出一个 preview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热门游戏《天国拯救2》FSR 3.1 的画面。那之前 FSR 3.1 呢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这些高频信息的噪点难以抑制，尤其是以什么树叶、草丛为之甚。但是 FSR 4呢利用机器学习一举解决了这个痛点，草丛呢再也不闪瞎眼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玩游戏变成青光眼了，可喜可贺呀。所以说呢，大家对 AMD 这次的9070系列显卡的表现到底满不满意呢？欢迎在评论区与弹幕留下你的看法。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呢做的还不错的话呢，欢迎给我一键3连加关注。那下期视频呢为大家带来9950 X3D 的性能测试，敬请期待。那我是侦探，喜欢一眼定真，朋友们再见。